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2025年的国模市场，那就是堆料时代正式翻篇。我们进入了审美与完成度的全面竞争。过去大家看国模可能会盯着零件多不多、外观够不够碎、配件包够不够沉，但到了2025年，我发现厂家好像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导致今年一个模型如果整体体系不统一，拼完像个没有灵魂的缝合怪，那它连进我柜子的资格都没有。今天这一期，我只选出5台真正能代表今年国模工业水准的作品，以及1台闭眼入的性价比之王。如果你正打算入坑拼模型，或者想要几台仙草过年放假期间爽拼，一定要往下看哦。Top 5核模线拳击手八旗，一句话评价：拒绝入土，唤醒你的玩心。说实话，这台模型刚出预告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它细节不够密，不够国模。但我拼完之后，它是唯一一台留在我的桌子上，而不是被我塞进柜子里接灰的作品。为什么呢？因为它懂什么叫玩模型。八旗以及超限零点这个系列本身就自带那种力量张力，它彻底跳出了背后插满翅膀的传统机甲审美。它最强的地方在于，它会主动诱导你去摆姿势，它的关节设计和形体比例，让你随便一掰就是一张极具动感的硬照。这种能让你持续产生互动欲望，拼完之后还能带来高浓度快乐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情绪价值天花板。买模型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不是为了给柜子请个祖宗。八旗做到了。Top 4，玉一堂元灵皇帝，一句话评价：稳如老狗的帝王气场。元灵皇帝简直是国模里的霸道总裁。很多厂商在做国风时，容易陷入一种误区，拼命贴胶贴加纹路。但元灵皇帝走的是另一条路，视觉统一度。你盯着它看的时候，会发现从头到脚尖的装甲层次都非常顺滑。它往那一站，那种气场产生的压迫感是全方位的。它不是那种让你拿在手里疯狂掰动的玩具，而是一件自带 BGM 的艺术品。这种能扛住时间审美的气质，是今年很多网红款模型最欠缺的东西。半年后你再看它，依然会觉得它很贵很稳。Top 3，无限新星雷霆魔鬼鱼，一句话评价：原创设计的骨气。这台魔鬼鱼，我必须给它的设计团队加鸡腿。2025年了，如果我们还在讨论这台长得像哪台高达，那国模真是没救了。而魔鬼鱼给出的答案就是：老子就是魔鬼鱼，谁也不像。它的形体语言非常独立，这种机械美感带有一种深海捕猎者的冷峻。这种设计风险极大，一旦做崩了就是怪异。但魔鬼鱼成功的用各种内构和联动，把这种怪异转化成了独一档的辨识度。它证明了国模不再是老代的低价平替，而是可以作为玩家柜子里的视觉 CVR 存在。这种独立性是我愿意把它排进前3的核心原因。Top 2，名将传逍遥子，一句话评价：没有任何短板的6边形战士。这台模型到底恐怖在哪？它让我想到了学生时期班里前几名的那些优等生，不偏科且稳得吓人。很多模型是拼装一时爽，落地想撞墙，或者说官图美如画，实物像坨屎。但逍遥子开箱的那一刻起，那种塑料的质感、说明书的逻辑到零件的咬合度，全部都在线。它是一台能让你从头到尾保持愉悦感的模型。拼完之后，它的视觉密度和细节层次非常和谐，没有那种为了设计而设计的生硬感。这种稳稳的幸福，才是我们这种老玩家最后的追求。Top 1，无限维度复仇女神，一句话评价：2025年的工业监考官。如果2025年只能选一台代表国模工业巅峰的作品，除了它，我给不出第2个。它不是在做产品，它是在定标准。复仇女神最强的地方在于它的稳定，这种稳定体现在拼装反馈是顶级的，完成效果是顶级的，连可动和漆面表现也是顶级的。它就像一个全能的监考官，直接把玩家的胃口拉高了。看完之后，你会觉得那些只会堆料却连基本结构都做不稳的厂商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它属于那种拼完瞬间就能兑现所有价值的作品，买它，你买的不是模型，是这一年国模工艺的最高光时刻，也让它成为继2024年最佳的天幕之后最具话题度的作品。性价比之王名将传逍遥子。最后我知道你们在等什么，如果你说我今年预算就这么点儿，你就告诉我买谁绝对不亏。我的答案依然是名将传逍遥子。它能拿第2名靠的是实力，能拿性价比之王靠的是降维打击。它的价格控制在中高端区间，但它给你的视觉震撼和拼装体验是直接对标高端的。这种用合理价格提供更高阶体验的行为，才叫真正的良心，而不是那种便宜但到处都是缺点的垃圾。
如果你最近只想买一台国模，买它，你的钱包和你的心情都会感谢你。好了，2025年的总结就要结束了。现在的国模圈已经不是谁零件多谁就赢的野蛮时代了，拼装不折磨，完成不掉价，拜年不后悔，这才是硬道理。不过总感觉2026年的年度最佳已经呼之欲出了，也就是那头名为无线系分裂耳。这玩意儿要不是26年初才上，我今天这个排行榜估计就得当场重排了。不出意外，这也是春节后的第一期视频。今年我也会给大家推出更多有趣有意思的评测视频，别忘了点赞加关注。这里是奥特评测，我们下期见。